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每天吃3顿，42岁癌症晚期。研究发现，这种菜危害大，但很多人爱吃。在现代生活的饮食画卷中，有些食物就像隐藏在暗处的健康刺客，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今年42岁的王女士就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她的口味向来偏重，辛辣、油腻和高盐食物是她餐桌上的常客，而腌制食品更是她的心头所爱。她常常亲自动手腌制菜头、萝卜等蔬菜，这些腌菜几乎贯穿了她每日3餐，成为不可或缺的佐餐美味。起初，王女士只是偶尔在用餐时感到胃部有轻微的疼痛，就像一只小虫子在胃里轻轻咬了一口。这种不适感很容易被忽视，她每次只要稍作休息，疼痛似乎就会像潮水一样退去。所以，她并没有把这些小状况放在心上，继续按照自己的饮食习惯生活着。然而，时间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疼痛开始像藤蔓一样逐渐蔓延加剧。王女士开始尝试自行服用止痛药和助消化药物来缓解痛苦。她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肠胃小毛病，用这些药物就能轻松压制下去。这样的自我治疗持续了2年多，可王女士的胃肠问题却像一个顽固的恶魔，反复发作，怎么也赶不走。她的食欲也像退潮的海水一样日渐减退，曾经圆润的脸庞逐渐消瘦，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最近，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才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往医院就诊。经过胃镜等一系列详细复杂的检查后，医生沉重地向王女士通报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在她的胃部发现了一个直径达5厘米的巨大肿瘤，并且已经确诊为胃癌晚期。更糟糕的是，癌细胞还发生了肝转移。这个消息如同沉重的巨石，瞬间压垮了王女士和她家人的希望。经常吃腌菜有哪些危害？可能会长胖。在腌制蔬菜的大家族中，主要分为盐腌菜、酸泡菜和糖腌菜这3类。其中，糖腌菜就像是一个隐藏的热量炸弹，它的糖分含量相当高，通常介于60%至65%之间。这意味着糖腌菜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热量自然也相对较高。就好比每一口糖腌菜都像是在往身体里添砖加瓦，如果过量食用，就很容易导致热量摄入超标，从而增加体重增长的风险。据营养学家估算，每天如果额外多吃100克糖腌菜，在其他饮食和活动量不变的情况下，1个月内体重可能会增加0.5至1000克左右。增加癌症发病风险。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曾展开过一项针对44万人的大规模、深入的调研。研究结果令人警醒，如果一个人每周食用腌制蔬菜的频率达到或超过4天，那么他患出血性中风及食管癌的致死风险可能会显著提升。这就像是在生命的天平上，频繁食用腌菜让天平向疾病那一端倾斜。不仅如此，一项基于队列研究的 meta 分析更是进一步指出了腌菜与胃癌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发现，每日腌制蔬菜摄入量每增加40克，胃癌的发病风险将随之上升15%。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它如同一个无声的警钟，敲响在每一个偏爱腌菜的人的耳边。那么，为什么频繁食用腌菜会增加癌症的患病风险呢？这背后的罪魁祸首主要是腌菜中高含量的盐分和亚硝酸盐。从医学角度来看，长期大量摄入高盐食品，就像是用一把盐刃在胃黏膜及食管黏膜上反复划割，容易对这些脆弱的黏膜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就像是在身体的防御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癌症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同时，亚硝酸盐在胃内就像一个化学定时炸弹，它会与蛋白质分解产生的胺类物质发生反应，生成具有强烈致畸、致癌作用的亚硝胺等 亚硝基化合物。这些有害物质就像隐藏在身体里的癌细胞种子，一旦生根发芽，
后果不堪设想。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经常食用腌菜确实会增加食管癌和胃癌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吃腌菜就一定会致癌。这就好比走在雨中有可能会感冒，但不是一定会感冒一样。尤其要注意的是，短期内腌制的蔬菜就像是还没成熟的危险果实，由于其发酵不充分，可能含有更高的风险物质。比如说，新腌制的蔬菜在腌制后的几天到10几天内，亚硝酸盐含量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对于这类腌菜，我们更应该谨慎食用。3. 可能会中毒。如果在短时间内大量食用短期腌制的蔬菜，就像是在身体里引发了一场化学危机，可能会导致亚硝酸盐摄入过量。亚硝酸盐过量就会引发中毒性高铁血红蛋白症。这种病症就像一个突然闯入身体的恶魔，带来一系列让人痛苦不堪的症状。患者可能会感到胸闷，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呼吸不畅，仿佛每一口空气都变得无比珍贵，头晕头痛，脑袋像是被重重地敲了一下，呼吸加快，心脏也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狂跳不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以及腹泻等症状。在严重的情况下，患者可能会陷入昏迷，身体像失去控制一样出现惊厥、大小便失控等可怕的状况，甚至可能因为呼吸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据医学记录，曾经有患者因为食用大量短期腌制的蔬菜而出现严重中毒症状，在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后才脱离生命危险。4. 增加高血压风险。传统的酱腌菜就像是盐罐子，通常含有超过 15% 的盐分。即便是市售的腌制品，盐含量也依然不容小觑。以常见的酸豆角为例，每100克就含有多达8克的盐。想象一下，仅仅在一顿饭中食用2勺大约20克酸豆角，就会摄入接近2克的盐分。如果一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食欲，多吃了一些腌菜，那么一天的盐分摄入量便很容易超出推荐的上限，即每日不超过5克。持续摄入高盐食物对血压管理来说，就像是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会显著提升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而高血压就像是一个隐藏在身体里的导火索，它又是引发出血性中风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高血压患者发生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血压正常者的3至4倍。2. 腌菜一点营养价值都没有。实际上，腌菜并没有完全失去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它就像一个被岁月磨损了一些光芒的宝藏，依然含有部分如植物蛋白、钙、镁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植物蛋白可以为身体提供一定的能量和营养支持，钙和镁等矿物质对于维持骨骼健康和正常的生理功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膳食纤维则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然而，与新鲜蔬菜相比，腌菜就像是一个被打折的营养商品。由于腌制过程中的各种化学反应和处理方式，腌菜中的维生素含量显著减少。比如说，新鲜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在腌制后可能会损失大部分，这就导致腌菜的整体营养价值有所下降。此外，由于腌菜含盐量较高，就像一个被盐分包裹的小炸弹，如果长期大量食用，高盐带来的危害会远远超过其本身剩余的营养价值，所以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事实上，腌菜的发明初衷是充满智慧的。在过去，当蔬菜稀缺的季节来临，人们为了能够在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依然享受到蔬菜制品的美味，便想出了腌制蔬菜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延长了蔬菜的保存期，让人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也能品尝到别样的风味。而腌菜之所以能够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制作流程简便，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尝试制作，成本低廉，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就能制作出大量的腌菜，易于保存。只要处理得当，腌菜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而且独具风味，那独特的咸酸口感能够刺激人们的味蕾，让人食欲大增。3. 如何健康饮食远离癌症。
美国癌症协会 CS 于2020年发布的最新癌症预防指南中，针对饮食与体育运动给出了极具价值的建议。在饮食方面，应该像躲避健康陷阱一样，减少红肉及加工肉制品、含糖饮品、深度加工食品以及精致谷类产品的摄入量，并且要对酒精摄入实施严格控制。这是因为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含糖饮品会增加身体的糖分负担，深度加工食品和精致谷类产品通常含有较多的添加剂和高热量成分，而酒精更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为了保持健康，维持适宜的体重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就像是为身体这艘大船保持一个合适的载重，避免超重或肥胖。同时要避免长时间久坐，因为久坐就像一潭死水，会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成年人每周应保证75至300分钟的中高强度体育活动，这就像是给身体的发动机加油，让它能够高效运转。而儿童及青少年则需要每天至少进行1小时的中高强度运动，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此外，建议多食用营养价值高的食物，这些食物就像是身体的营养卫士，能够确保身体所需营养，并帮助维持理想体重。这类食物包括各类深绿色、红色及橙色的蔬菜，这些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比如菠菜、西红柿、胡萝卜等。高纤维的豆类，如黑豆、红豆等，它们可以为身体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色彩丰富的水果，像蓝莓、草莓、橙子等，它们不仅美味可口，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以及全麦食品，如全麦面包、全麦面条等，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复合碳水化合物，能够提供持久的能量。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才能让我们在健康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远离癌症的威胁。